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川普政府和中共近期的2次互动，暴露出中共高层权力裂变了。川普的改革会不会成功？如果美国不得不回到他从前的轨迹，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最适合长期投入？中共的权力核心从来就是一个黑盒子，没人知道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从外面敲打敲打，看会传出什么回音，然后知道它是满的还是空的。最近通过美国政府对中共高层的2次敲打，显示出中共高层出状况了。一个新的中共核心权力似乎已经出现。5月30号，川普在真相社媒对中共又开炮了，说中共彻底违反了双方5月11号在日内瓦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由此意外揭示了那次谈判的更多细节内幕。川普说，2个礼拜前，中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设的超高关税造成中国许多工厂关闭。川普说，他本着不想看到中国情况更糟的目的，与中方迅速达成了一项协议。结果一切迅速稳定下来，中国恢复了正常运作。随后，川普话锋一转，说坏消息是中共一方彻底违反了与我们达成的协议。他最后搁下狠话，看来当东郭先生没用，摆出又要和中共打贸易战的架势。那中共到底是咋把川普给气成这样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 CNBC 上说，核心原因是中共这边不批准对美国的关键稀土材料的出口。至此，大家才意识到，双方在日内瓦谈判达成的临时协议中，除了双方互降关税115%的条款外，中共国还有一个额外承诺，暂停或取消自2025年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原来那条指的是中共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管制问题。今年4月，中共宣布对7种稀土相关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出口这些产品必须先得到出口许可。这些受限的稀土对电动车、半导体和军工装备等高科技领域非常关键。5月中旬，中共突然宣布暂停对28家美国实体的稀土出口禁令，但没有明确说这个决定其实是双方在日内瓦临时协议的一部分。不过，中共虽然解除了出口禁令，但他对稀土的出口许可制度依然存在。格里尔说，中共现在就是借这个审批出口许可的过程做文章，把审批的速度搞得非常缓慢，造成美国的汽车产业眼看就要出问题了。前些日子，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突然指责美国商务部5月12日发布的一项公告，那个公告告诫不得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华为的升腾人工智能芯片。美方对此的解读是，中共把这个公告看作是美方在日内瓦谈判后对中共出的新政策，中共因此而不执行他有关稀土的承诺。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立刻向中共谈判团队解释，说这个公告是对美国以前政策的重申，而不是谈判后出台的新政策，因此那不应该成为中共不履行他稀土承诺的借口。美方解释之后，中共还是继续阻挠对美国稀土出口的许可。对此，美国决定软硬两手同时回应。美国商务部最近突然给美国乙烷出口商下了一个紧箍咒，撤销之前已经发出去的所有出口许可证。你们要卖乙烷给中国，必须从我这儿重新申请许可证。中国石化企业几乎所有的乙烷进口都是靠美国，去年从美国进口的乙烷一天就高达23万桶。美国出口商拿不到卖给中国的许可证，中国那些石化企业就得满世界找替代品，造成成本蹭蹭往上涨。这是美国硬的一手。那软的一手是什么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29日在电视上透露说，美中谈判有点停滞，双方谈判要想有突破，需要川普和习近平直接沟通。第二天，川普就发出了我在节目前面谈到的那个推文。随后，在我杰森新闻快递口译的那个川普在白宫和马斯克一起见记者的场合，川普又特意说道，他确信他会和
习近平交谈，希望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川普那个推文其实是在对习近平隔空喊话，目的是希望能和习近平1对1的谈谈。贝森特乐观地表示，只要川普和习近平把态度摆明了，中方会坐下来和美国认真谈的。贝森特的乐观应该是来自他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分析，而不是他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分析。中共现在不允许任何人说中国经济有问题，因此中国的财经人士都只能用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长江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吴戈最近在财新发表了篇名为《为什么房地产对中国经济仍然如此重要》的文章，核心概念是中国经济支柱房地产从2022年开始一路崩盘，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随着崩盘呢？就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的出口火了。屏幕上显示的这个图就是这篇文章论证这个概念的关键数据。这个图上的橘黄线表示中国房地产投资占中国 GDP 的比例从2022年开始下滑，与此同时，绿线显示中国出口顺差占中国 GDP 的比例却在逐年上涨。表面看，出口上涨似乎正好弥补了房地产崩溃的亏空。不过，魔鬼总在细节中。仔细看这个图，可以看到房地产是从2022年的 12.5% 的高点跌到了现在的 6.5%， 跌了6个百分点。而出口顺差是从 2.5% 涨到了现在的约 5.5%， 只涨了3个百分点。因此，这张图透露的一个深层含义是，出口是中国过去5年的唯一和最大的亮点，是中共统计局宣称中国 GDP 增长 5% 神话的唯一遮羞布。但是出口顺差占 GDP 的比例只增长了 3%， 根本无法弥补房地产投资占 GDP 损失的 6%。 不过这篇文章的核心概念没问题，那就是出口对中共国现在是太重要了。从经济现实到统计叙事，中共国全都仰仗出口这一个支柱和遮羞布了。中共利用大幅度增加出口的办法来维持它的经济规模，本质上是在把国内经济下滑的压力转嫁给那些跟中国做生意的国家。但中共选择的这种输出经济衰退的做法，其实是让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共用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来弥补它房地产投资的崩盘，直接的后果是中国制造业本来就产能过剩，生产的东西远超中国自己的消费能力。对制造业加大投资只能造成中国制造产能进一步猛增，多造出来的产品只能更多的卖到国外，让中国贸易顺差持续猛涨，其后果是冲击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和制造业，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着自己的制造业和工作流向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共国未来必然会面临来自全世界的对它在贸易上的抵抗。不过，中共现在是顾不上担心未来面临全世界反抗的问题了，因为川普政府现在就已经正式对中共的这种经济模式宣战了。美国对中共选择的这种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实在是太关键了。我在前面的节目中反复提到，中共国和美国是目前世界商品贸易的两极，中共国是生产的一极，而美国是消费的一极。中共国1/3的贸易顺差是直接从美国赚来的，间接从美国赚的顺差更高。如果和美国在贸易上闹崩了，从美国市场溢出的中国商品立刻就能击垮世界所有其他市场的容忍极限，而造成中共以制造和出口为唯一引擎的经济模式立刻停摆。这也是为什么中美在日内瓦谈判时，中方代表会那么急迫的在2天就要和美方达成那个临时协议。直接参与和中共谈判的贝森特认为自己看清了中共国目前经济模式的软肋，因此他对下一步和中共达成最终的协议很有信心。对目前双方谈判停滞的问题，贝森特也是乐观地认为，只要川普和习近平能直接沟通一下，就能解决目前的僵局。
不过，不知道贝森特有没有考虑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何立峰在日内瓦和他谈判时是那么急切想和美国达成协议？那架势真恨不得直接告诉美国团队，我们谈不成个临时协议，谁也别想走。第一天双方就谈了10来个小时，第二天中方不但答应了最后美对中30%，中对美只有10%的不对等关税的条件，而且在芬太尼和稀土等领域，中方也做出了重大的承诺和让步。但双方临时协议公布没2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公开说，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共这边的问题。然后同样是中共外交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的人又拿美国商务部那个有关华为芯片的公告说事儿，美方立刻解释也不听。现在川普直接在网上发帖，从关心中国企业说起，到威胁再次激化中美贸易战结束，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但中方对美方想让川普和习近平直接对话的这个信号，却一直装作没收到。为什么中共外交部这边显得一点也不担心川普再次掀桌子呢？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和何立峰谈判团队的态度差异如此之大？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中共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中共的权力核心会不会已经分裂了呢？虽然表面还给习近平一个风光的地位，但是实质上，习近平的影响力已经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比如中国外交部。上面是我从川普政府在贸易战方面对中共冲击过程的观察。美国近期对中共高层黑盒子的另一次敲打，来自5月30日在新加坡开幕的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这个香格里拉对话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联合主办的年度全球军事论坛。因为历届都有众多国家国防部长级的人物来参加，因此这个论坛也被称为顶级国防峰会。因为过去几年中美军事高层基本不怎么互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论坛对中美两国就格外重要。在过去几年，中美两国防长都把这个论坛当作双方坐下来当面表达自己在关键问题上的核心立场的这个机会。2022年，时任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就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批评中共对台湾侵略性增强的言论，强硬回应说，若有人分裂台湾，中国不惜一战。2023年，时任中共防长李尚福与奥斯汀仅在晚宴握手，无实质交流，然后中方高调宣称双方关系恶化，责任在美方。现在魏凤和、李尚福应该已经在中共的秦城监狱做狱友了。2024年，现任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和奥斯汀在论坛期间举行了一个所谓的积极的会晤，但随后董军在发言中表达对台湾的问题立场时，还是说出了谁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必粉身碎骨的暗指美国的强硬言论。今年中共的表现却非常奇怪，中共国防部直到29号才宣布说，部长董军今年不准备参加这个论坛了，中共只准备派一个国防大学的代表团去参加。这是2019年以来中共国防部头一回缺席这个论坛。美国这边对这次会议的态度却是极其重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参加，这已经是他上任后4个月第2次跑印太地区了，而且这是他第一次在亚洲全面阐述川普政府的国防新思路。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持续他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他还直白表示，美国不会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因为大家彼此都是主权国家。美国会向各国敞开双臂，欢迎大家在共同利益与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加强防御伙伴关系，一起维护和平。这和川普前阵子在沙特的说法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强加价值观，主打一个务实。但他
他的演讲直指中共，一点不含糊。他点名说，中共正准备动用军事力量改变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真实且迫在眉睫的。他警告说，如果中共真的企图军事占领台湾，那对亚太乃至全世界都会造成毁灭性后果。赫克塞斯表示，虽然美方不寻求与中共发生冲突，但也不会容忍中共压迫美国的盟友，或将美国排除在印太地区之外。他最后撂下狠话说，如果美国的威慑力没有起作用，川普总统只要一声令下，美国做好了果断作战并取胜的准备。赫克塞斯呼吁亚洲盟友效仿欧洲，将国防支出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的水平。他还特别警告那些想在两边下注的国家，说有一些国家一方面拉着美国搞防务合作，另一方面又跟中共在经济上勾勾搭搭，越陷越深。赫克塞斯说，你对中共的经济依赖越深，就越会强化中共的恶意影响力，从而大大削弱你自己的防御决策空间。这是我看到的美国国防部长在和平时期最强硬、最明确的针对中共的一次讲话。最具有戏剧性的是，赫克塞斯居然在他讲话中直接谈到董军没来参加会议的事情，说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而有人却没有来。然后赫克塞斯还补了一刀，说中共妒忌我们的联盟体系，也清楚大家团结起来力量有多大。他这一折腾，把下面这个问题赤裸裸地摆在所有人的面前。中共为什么要打破美中防长在论坛接触的这个惯例，决定不派董军来参加，而把整个舞台让给美国呢？对此，网上有多种解释，但几乎所有的分析都或多或少地指向中共权力核心出问题了。首先，坊间一直有董军落马的传闻，但董军却一直没有落马，中共还时不时给他安排一些出境的机会，给他辟谣。一般从多种渠道传出来的内容一致的政治谣言，纯粹的空穴来风比较少，虚虚实实都会有一些目的和背景。董军是在2023年底接替被免职的李尚福当上了国防部长。董军这个任命绝对离不开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推荐，而且苗华和董军都出身海军。苗华一直是习近平的亲信，2024年10月底，苗华却突然落马了。苗华落马是我第一次感觉习近平的权力体系出现问题了。苗华这样的人落马，绝对和腐败无关，而是和权力站队有关。苗华出事后，人们自然会想到董军，但是到目前为止，董军却似乎一直没事。由此推测，董军应该不但在中共高层权力博弈中重新选了队，而且还可能因揭发苗华罪证立功。因为根据中共人大常委发布的最新公报，中共已经把苗华的问题从涉嫌严重违纪升级为严重违纪违法。董军能成功重新站队，可能也沾了他2个前任的光。中共总不好意思连续把3个国防部长都给搞到秦城监狱吧？但是董军毕竟和苗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中共新掌权的权力派系对董军可能也是很不放心的。目前很多传闻都指向中共会在将要召开的4中全会重组权力。目前中共内部形势非常微妙，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新权力派系可能担心让董军跑出来会对董军失去控制，最后可能给中共4中全会的整体权力布局造成某些麻烦。这是中共没让董军参加论坛的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是，目前中共的实质权力已经不在习近平那里了。中共新的权力派系内部还在讨论中国未来一系列基本国家政策的方向，例如中美关系啦、台湾问题了等等，如何定位。在这种情况下，让董军去论坛，无论是讲强硬的话还是讲和缓的话，都可能不对劲儿，所以还不如让董军就别去了。
5月19号，中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习近平对中共未来5年规划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一下激起海内外一片惊叹。这口号可是胡锦涛执政时代的官方说法。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这口号已经销声匿迹13年了。在习近平时代，习对所谓的党内民主是相当忌讳的。新华社公开的习近平2018年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显示，当时习就痛批了党内民主的概念。习近平说，党内有人讲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习近平对这个说法的评论是，这是奇谈怪论，别有用心。因此在习近平执政的这些年，中共宣传口强调的都是集中统一领导，搞的是什么核心意识、顶层设计之类的。而且习近平还在他第一任就创造出一个妄议中央的罪名，这样的罪名和前面提的那个胡锦涛时代的口号是直接对立的。邓江胡习历届中共领导人都非常注意自己官方口号的一致性和独有性，而习近平此前是极端注重要把他的执政期描绘成一个中共历史的一个划时代的阶段。现在党媒报道说，习近平说出了胡锦涛时代的口号。无论是党媒把这话硬塞到习近平嘴里，还是习近平被迫说出这样的说法，这背后传递的信号都是惊人的。难道是胡锦涛时代的什么人在用这样微妙的方式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吗？在告诉世人，中共目前是谁说了算吗？根据胡锦涛上次被习近平架出会场的精神和身体状态，我猜测这个人很可能是胡锦涛时代的人，但不是胡锦涛本人。最后我谈谈我对人类目前整体状况的一些思考。5月30日，川普和马斯克在白宫开了一个略带一点忧伤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被看作是马斯克正式离开川普政府、离开 Doge 的一个闭幕式。虽然马斯克离开的官方说法是他政府非正式雇员的身份决定了他在川普政府任期最多只能有130天，但是马斯克的离开也标志着川普第二任的第一个阶段的结束。我在我今年4月19日的节目中提到，川普第二任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疯狂的全面出击的模式，同时在6个不同的领域开辟战场。其中他在美国的4个战场分别是：1、美国教育和意识形态； 2、移民问题； 3、以效率部斗志为先锋和深层政府的博弈； 4、川普和美联储的对抗。他面向世界启动的2场战争分别是：1、针对全世界的贸易战； 2、以乌克兰为焦点的美欧撕裂战。除了川普和美联储的争议以及乌克兰问题以外，其他4个战争目前都把川普政府深度卷入了前途未卜的各种法庭纠纷中。从我在杰森新闻快递的那个节目中，大家可以看出，和130天前那个刚刚创立效率部时的意气风发的马斯克比，5月30日那个和川普在白宫告别的马斯克，很难掩盖他那一丝疲劳和挫败感。通过马斯克和 X 平台，效率部让众多的美国人意识到政府机构惊人的浪费和效率低下，但效率部给美国政府带来的实质改变却只能留给历史评说了。就目前看，效率部可能最后就真的只是停留在提供政府技术效率的层面了。5月30日，旧金山第9巡回法庭驳回了川普政府的暂缓执行旧金山的一个下级法院裁决的请求。这个下级法院的裁决是宣判川普政府对大约20个联邦机构进行大规模裁员的决定违法，必须立刻停止。这个上诉法庭的裁决意味着川普政府依然无法推行他改革美国政府、实施效率部削减政府开支的计划。这个裁决成为对马斯克在效率部任职最后一天的一个别有意味的背书。
5月28日，一个美国法庭对川普对等关税的合法性全面否定。虽然那个判决目前被上诉法庭暂时喊停了，但是那个判决对川普政府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已经造成了伤害。它让所有和美国正在谈判的国家都意识到，最后美国法庭可能会帮他们解决一切关税难题，因此他们不必一定要和川普政府达成艰难的协议。5月29日，川普重返白宫后，第一次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请到白宫。在半个小时的会谈中，川普单刀直入，直接跟鲍威尔说：“你不降利率是个错误。”川普表示，高利率把美国经济拖累了，在跟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这是自己给自己下绊子。美国目前 4.25% 的联邦利率，让川普在贸易战中打得很艰难。很多人分析，让川普在4月9日几乎全面暂停高关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快速飙升。其实，降低国债收益率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美联储出来表示对川普政府政策的支持，但是美联储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关税战引发未来不确定因素为理由，在美国通胀 2.3% 的情况下，坚持把利率维持在 4% 以上。我之所以说川普2次执政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是因为川普在大选中承诺的主要政策牌他已经忠实的一一出完了。这些政策最后的命运，川普政府能给美国带来多少实质改变，下面很多都要以美国法庭的判决来决定了。如果在川普这番折腾后，美国最终基本又回到了此前的运行轨道，我不会感到惊奇。回看历史，人类历朝历代逃不脱一个魔咒，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类这条文明其实还不只是美国生活在这个魔咒中，日本、欧洲等代表这条文明的发达国家目前都生活在这个魔咒中，而且日本和欧洲的问题比美国更加严重很多。美国三权分立的政策虽然让美国防止了独裁的出现，但也让美国现在非常难实现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而欧盟那就不是三权分立的问题了，那是27个独立国家27权分立的问题了。我在上期节目中就讲了，欧盟已经被自己的制度和法规捆绑的完全动弹不得了。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目前已经是持续第5个季度经济衰退了。德国工业生产自2017年以来每年都在下降，近一半的能源密集型企业正在撤离或考虑撤离德国。德国碳排放量已经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了。面对德国这个去工业化的过程，没有人对此有任何解决方案，甚至似乎没人有兴趣去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说美国的国债多可怕，那是没有和日本比。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是美国 GDP 的 123%， 而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日本 GDP 的 260%。 过去日本债务收益率接近0，这种天量债务还能维持。现在日本通胀率已经达到了 3.6%， 而政策利率才 0.5%， 就这它40年国债收益率也涨到了 3.5%。 日本天量债务遇上这样的收益率，日本政府还没有破产已经是个奇迹了。可能有人会问，那中国的情况是不是还相对好些呢？我只能告诉你，至少大多数美国人现在的生活还是舒适和惬意的，而中国那个社会逼人从小卷到老。而我前面已经讲了，中共目前选择的经济模式，加上中国目前的人口现状，中国的真实经济未来只有持续萎缩一条路，增长只活在中国统计局的数字里。所以近些年我时不时会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们这条人类文明难道真的已经步入暮年了吗？哪个国家还适合长期投入呢？麻烦观众朋友把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一下。好，
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在杰森新闻快递中有关川普、马斯克白宫记者会的节目，链接就在这期节目的描述栏中，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